在今天的隧道创新节目，我将以对话的形式和大家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岩土工程施工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与我对话的行业专家是黄志明先生。黄志明先生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曾在研究院、日本企业以及国内装工机械行业头部企业长期担任总工程师、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并从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工程机械协会装工机械分会秘书长。黄秘书长，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侯学渊教授曾对我说，将来岩土工程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机械装备的能力，而不是岩土工程师和教授的能力。几十年的技术工作经历让我亲身感受到，机械装备的研发离不开对岩土工程行业发展方向和工程需求等的透彻理解，而岩土工程师也必须具备对机械装备发展潜力的准确判断能力。这意味着岩土工程专家和机械工程专家必须能够协同创新。我的问题是，依您之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协同创新？白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白老师的这个节目，并进行一些探讨。侯老师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对机械装备的重要性的判断呢，我觉得非常具有前瞻性，非常令人钦佩。最近呢，正好在一次岩土工程技术与装备的创新论坛上龚晓南院士呢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装备在岩土工程施工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作为装备界的从业者呢，既深受鼓舞，也倍感压力。岩土工程施工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话题。同时呢，岩土工程及其装备的知识面又是非常广。我呢，个人也不是都十分很熟悉，所以有点忐忑，不确定是否能够回答好。今天呢，我想从工程装备从业者的维度呢，以几个我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通过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岩土工程施工技术与装备的供需关系，尝试提出一些值得业界探讨的思路。很好，那就请黄秘书长先谈谈吧。那么第一个事例呢，是我参加工作很多年之后得到的这么一个旧事。上海宝钢的一期是1979年也就是我入学同济大学那年动工建设的。那么当时呢，装机组工程清一色的全部是日本进口，甚至于听说呢，连钢管章都是从日本进口的。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好钢，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映了当时的我们装备界的一个非常窘迫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事例呢，我想谈一下青藏铁路这个工程。在我记忆当中呢，青藏铁路工程呢，国产的装备呢，其实是非常屈指可数的，基本上也是进口。对，基本上是被欧洲的品牌和日本的品牌所垄断。所以呢，当时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当时无论是从设计施工还是搞装备的，其实对当时所用的旋涡钻机这个主力产品呢，其实大家的认知是非常的有限，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青藏铁路可能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岩土工程装备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呢，就是促使了我们工程机业行业内的头部企业，以及部分的行业外的规模化的企业呢，就以旋涡钻机作为切入口，就进入到了岩土工程装备这样的一个领域，国产化了。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是重新改写了或者重新定义了我们装备端这一个供给侧这一块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说起来就是像模仿创新，还是基本上是模仿。是，没错。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是以模仿创新为主，来这个改写我们装工机械或者是叫岩土工程装备
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状况。那您说的第三个势力是什么呢？那么第三个势力呢，可能白老师是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正好是03年到04年之间的上海隧道4号线对，那个时候我是上海城建的总工程师。那么正好呢，我当时在日本测量工作，所以也亲身经历了这个工程的一部分的工作。那么这个里面呢，一个明挖修复工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为受损的隧道段呢，这个开挖的这个支护联系墙啊，进行先期的清障。对，那个清障的技术是很重要，没有清障就没办法做地下墙。对，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引进了2套日本测量厂的全套管全回转这个。后来是在全国地铁都推广了，后来就是这个广泛使用了全回转。对，所以我想呢，就是这么一个势力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产装备的多元化升级发展的埋下的一个种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受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这个叫刺激也好，叫这个启发也好，叫带动也好，起码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现在我们这个全回转有没有出口啊？出口少量的有的，也已经有了啊。这个由于4号线的成功的案例啊，确实是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果。它使全回转之后逐渐在国内的地铁建设中普及，目前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而且是一个批量化的一个装备。那么进入到本世纪呢，尤其是就进入到2010年之后啊，基建和房地产2大市场呢日益扩容的需求呢，给装备供给侧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装备的本土品牌逐步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渐强，产品的门类呢也逐步的丰富，产品的销量呢也是日益的扩大。那么这2年呢，我们的头部企业当中，有的呢已经跨过了这个100亿元的销售100亿元的规模了，已经不是一个小行业了。所以呢，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啊，白老师啊，如果没有国产装备的有力支撑呢，而仅仅是依靠，比方说这个进口的装备呢，那么我国的这个基建也好，房地产也好，它的规模水平以及发展速度可能那会慢很多了。今天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多工地，总不见得都是用进口的装备，是吧？所以呢，就是从国产装备的发展历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需求侧对拉动供给侧的发展的效应呢是非常显著的。是的。而供给侧呢，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创造新的需求，或者提供更高的发展的这个条件。所以其实呢，这个2者是互为促进、动态演进的，相互影响。对。那么今天在既有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岩土工程、施工技术与装备的协同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请这个黄秘书长啊，谈谈你这方面的见解。我觉得首先呢，基于我们国家的岩土工程市场规模和它的发展的速度，以及呢最近这个几年不断拓展海外岩土工程市场的一个进程，任何的发达国家的岩土工程装备都不可能起到主导性的这个支撑作用。对，特别是大国。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本土品牌为主的战略加以有效的支撑。第二一点呢，岩土工程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它的重点领域以及需求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起码在一部分的细分领域里面，已经走进了崭新的领域，或者叫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啊，有些问题是以前没有的新的问题，你也没办法通过这个模仿创新来实现了。是。所以我觉得模仿创新呢，可能这条路走不通了，也没路好走了。所以只能是树立和推进自主的这个创新。那么第3点呢，从政策驱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啊，其实应该是更加的丰富。它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增长，
也必须兼顾保护生态环境啊，实现碳中和啊，维护产业链的安全啊，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啊等等诸多方面。所以这个呢，就需要产业链的协同推进。对，所以从供给能力提升和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需要从供给侧系统的综合能力的培育和发展这一维度呢，反观目前存在的种种的缺陷，并进行有效的改进。还要呢，从供需两端互为促进、彼此支撑这个维度呢，来构建更加符合今后发展要求的创新的模式、机制和平台。是个系统工程啊。对对，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那您有没有进一步的建议可以谈一下呢？那么这个呢，刚刚说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作为我个人来说，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啊，提几条这个设想和建议。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需要改变沿途工程的供给侧这一个概念。那么当前来说呢，沿途装备端来说呢，它的需求端基本上是指的从事沿途工程施工，然后购买装备，从而能够带来销售收入的客户。而这些客户的绝大部分在沿途工程产业链中，其实是处于工程项目的施工的分包地位，下游，对产业下游。在沿途工程产业链中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高校啊，从事勘察设计的设计院啊，从事工程总包的央企啊，或者地方国企啊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和装备端呢，因为它没有过多的商业的联系，其实它并不存在联系不紧密。对，很长期的、相对固定的系统性的这个联系，这个是一个现状。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其实各端之间啊，我觉得是存在着诸多的互联互动的盲区的。对的。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装备端对沿途工程的前沿技术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啊、前瞻性的、结构性的需求的变化啊、工程实践中遭遇的挑战和痛点等等呢，实际上知道的并不多，或者呢是不能构成全面的认知。这个样呢，就导致了供给产品的结构啊，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和不匹配的地方。不匹配，对，不完全匹配。其实有的呢，可能已经产生了过剩，甚至于可能是严重的过剩。但是呢，有的又不能提供，有的呢又存在一些很多的空白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上面的所说的这个各个端啊，在工程实践中肯定会遭遇到涉及到装备的盲点或者痛点。那么呢，又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去。是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如果把高校啊、设计院啊、总包啊、分包啊、装备啊、材料以及关联配套等各端呢进行集成，作为沿途工程市场需求侧所对应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供给侧。那你认为这个整体性的领导人应该是谁呢？那么这个呢是后面可能会提到这个，所以呢，我想如果是有这么一个概念的话，是不是可以或者是可能啊，解决目前各端之间存在着盲点啊、堵点啊或者痛点？那么从沿途工程全产业链整体供给这个概念如果出发的话，那么是否可能做一些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引领性的系统的研究？当然，这个里面可能也包括部分的基础的研究，是吧？那么这个基础研究有的可能是涉及到沿途理论的，有的可能涉及到装备理论等等，是吧？那么从而呢，探索一些供给创造需求的新的发展路径。那么在具体的工程实践当中呢，是否能够按照顶层设计的原则啊，从一开始就按产业链各端整体协同，各司其职，互为支撑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推进，
从而得出呢更具先进性和可靠性的工程成果。所以我个人感觉啊，白老师啊，那么在更新这个概念之后啊，可能会激发出极大的协同自主创新的新的动力。那么其次呢，刚刚白老师也问了，就是谁应该来担任这个主要的组织者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勘察设计院来承担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的主要的，因为他们技术比较强，比较恰当的。是的。现在好像有那个就是设计院牵头的 EPC 总承包，就是这个意思。是的。因为沿途设计院呢，我个人的认识啊，是沿途工程技术的创新的主要的先导者。那么标准啊规范的主要的制定者。那么它同时也要面向施工端和装备端。对。那么就像刚刚白老师说的，那么现在也在大力的推进产业化和实体化的这个进程。所以我觉得由他呢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组织者这个角色，可能是在兼顾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这样两者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一个相对较优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块呢，我觉得呢，可能要推动两个平台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面向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基础交流平台。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就像你们行业协会啊，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是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其实在这块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发展。比方说这个深基础协会也好，我们的这个土木工程协会也好等等，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协会，其实都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交流平台。对，这个呢也获得了一些显著的一个进步。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交流平台之外，可能还要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呢？就是具有实体性质的，它具有面向各细分领域具体的技术和装备的，而且是具有商业契约作为基础的一个多方的合作体。那么在这块呢，我觉得我个人的观察呢，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这个尝试。就是有多方参与一个非常细分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对。而且是要有这个合同啊，或者有这些约束商业的约束关系。对。所以从那个推动沿途工程整体进步啊，以及协同自主创新机制的探索与发展方面呢，可能需要更加自觉地站在更高的这个维度啊，进行经验总结以及必要的机制的分享。那么在这方面呢，沿途工程产业链的各行业协会，刚刚白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是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联动啊、推动啊以及协调的这些作用。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装备端，当然我也是处于装备端这一个里面的一份子。是的，装备端呢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作为。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需要更加主动地把关注点延伸到沿途工程产业链的各个端，以更加宽阔的视野，从更加广阔的市场，你们要寻找商机。对，不光是寻找商机，我觉得还要汲取这个自主创新的来源和这个动力。那么最近中央也是实际上在20大也提到了我们的装备要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所以我们要提供这样的装备以及相应的这个系统。那么这样的话来协助推进沿途工程施工的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装备的头部企业啊，我觉得首先应该主动的来承担平台的作用，并发挥它的这个价值。所以你等于对那个传统的行业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要就是用新的理念啊来开展这个业务。因为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是用惯性思维啊、惯性的这个传统的模式去牵引的话，可能这条路越走越艰难了。所以白老师啊，我是经常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用到一个词叫“诗在诗外”。就是说的呢，是一首好的诗的诞生啊，
可能更多的是有赖于诗的创作的环境。是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大量的沿途工程施工技术和装备的自主创新成果的涌现，可能也需要有更加多元化的、多样化的、更具包容性的、兼顾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的创造创新的这个机制作为土壤。是的，在围棋界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话哈，就是说从九段棋手跃升到超一流棋手，这个动力呢，已经跟棋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和棋手的境界和对棋的理解密切相关。今天我们领略到了黄志明先生对沿途工程装备行业发展思维的境界和他对沿途工程施工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的独特见解。我希望今天他的一番见解会激发沿途工程界同行对这一话题的思考和讨论。非常感谢白老师的点评，也谢谢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银说书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